5年了，墨尘终于回来了。今天还是我们的纪念日，他说有非常重要的事告诉我。墨尘，你是要向我求婚吗？墨尘，怎么不开？分开3年，我也好想你。早安。滚！什么？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在我男朋友房间里？够了吗？这种装无辜的小把戏，我见多了。100万？你够了！这里是我男朋友梁墨尘的房间，这位先生是你自己搞错了。还跟我演戏？女人识趣点，拿钱消失。乔乔，对不起，我临时要处理点事，暂时不能回国，昨天没来得及联系你，抱歉。抱歉，是我走错了房间，昨晚的事情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吧。站住！拿走。我不喜欢欠别人，更不喜欢欲擒故纵。这位先生，你有病是吧？你在骂我？你那蹩脚的技术也就值这个，你要是再纠缠我，你就完了。怎么会睡错人呢？房卡是照着短信去前台拿的，就算他没来得及回国，他订的房间怎么会变成别人的？我该怎么跟他说？我还有什么资格？墨尘哥，姐姐会同意分手吗？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你也清楚，如果知道我跟你有了宝宝，墨尘哥，我好怕。别怕，我今天一定和他摊牌。我对他早没感觉了，一直没提分手，不过是可怜他罢了。现在我有你和孩子，怎么可能再给他机会痴心妄想？原来3年的等待，在别人眼里不过是痴心妄想。墨尘哥，我也不想伤害姐姐，只是宝宝一天天大了，我怕他等不了。就你最善良。乖，你先回家，等我消息。乔央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不亲自撞见，你们这对狗男女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爹，是我不好，是我看上了墨尘哥，还怀了他的孩子。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只求你不要责怪墨尘哥哥。乔圆圆，你现在装什么柔弱？姐姐，我是真心的。滚！别用你的脏手碰我，我妈只生了我一个，我没你这么不要脸的妹妹。我的肚子好疼。圆圆怀了孩子，你怎么能推她？乔央，你这个恶毒的贱人！明明是他自己倒下去的，梁墨尘，你眼瞎吗？我看得一清二楚，你还想狡辩？乔央，你不止恶毒，还恬不知耻。在一起5年，等他3年，我的痴心就换来一句恬不知耻。梁墨尘，我看你不止眼瞎，还蠢。墨尘哥，你别怪我姐姐，她只是太生气了，不是故意要推我的。乔圆圆，你演，继续演，最好是演个断气给我看看。你闭嘴！乔央，你给我听着，圆圆现在是我的女人，她肚子里有我的孩子，我不允许你动她一根手指头。你被甩了。你终于说出口了。别摆什么伤心欲绝的表情给我看，看看你脖子上的东西，这是什么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以前你总推三阻四，不肯跟我发生关系，我以为你是真的单纯，你早就不是什么清白之身了吧？和我在一起这5年，鬼知道你跟多少男人接触。
贱人，你竟然敢打我！谁？哪来的小子？放开我！好好说话。我劝你别多管闲事，信不信我一个电话，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你不妨试试。乔阳，你被我甩了！你瞧瞧自己浑身上下哪一点比得上圆圆？你给他提鞋都不配。梁墨尘，你给我听着，是我乔阳甩了你，我乔阳不稀罕你这种眼瞎品味低下的男人。你不是想知道我和哪个野男人鬼混吗？我这就让你知道。江湖救急，拜托帮帮忙。他口中的野男人竟然是我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未婚夫。其实他也没什么好的，就是比你帅100倍，比你有钱100倍。我根本没爱过你，你这种无耻的渣男，我乔烟不稀罕。我傅思燕被这个女人拿来和这种货色比，只比这个男人帅100倍，有钱100倍。女人，你未免太小看我了。姐姐，我知道你生气墨尘哥甩了你，可你也不至于随便找个人撒谎是你男朋友啊。我明明给乔远安排的大礼包是个小混混，怎么会变成眼前这个样貌顶尖、满身贵气的男人？绝对不可能！那我就证明给你看，我有没有撒谎。反正昨晚也没少钱，多亲他一口，死不了。大早上的，见人看多了影响心情。圆圆果然没有骗我，乔阳早就背着我出轨了。墨尘哥，你别生气，姐姐她背叛了你，可你还有我和宝宝。你别烦我，自己回家。气成这样，是还在乎乔英吗？昨天精心布置的计划一点作用都没起到。墨尘哥，圆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一个人在酒店害怕，宝宝闹得厉害，我睡不着，就想着来大堂坐坐，没想到碰到你。墨尘哥，你是来找姐姐的吗？你是不是还是放不下她？别多想，我先送你回房间。墨尘哥最好了。墨尘哥，再喝一杯嘛。不喝了，头有点晕。墨尘哥，巧巧，今晚 W 酒店1818套房间，有非常重要的事告诉你。喂，人到了没有？到了，1818嘛。不过这房间也太豪华了，你确定就一个妞？少废话，事情办妥了，剩下的5万块一分不少。放心，还没有我搞不定的小妞。那个摄像头已经装好了，你只管办事，记住别开灯。乔央，等你明天醒过来，我看你还怎么跟我争墨尘哥。总裁从没带别的女人上车，他这么亲近总裁都不抗拒，难道这就是未来的总裁夫人？我一向排斥外人触碰，偏偏对这个女人厌恶感半点都生不出来。你准备抓着我到什么时候？抱歉。草草，脏。哦，刚才谢谢你帮了我，我欠你个人情，往后你但凡有需要，刀山火海，我必定偿还。不需要。戏演完了，你可以下车了。居然敢让总裁下车，这女人胆子也太大了。上一个敢这么对总裁说话的人，下场都很惨。可总裁怎么半点动怒的意思都没有？你似乎搞错了，这是我的车。那拜托靠边停，我要下车。停车。算了，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面。总裁现在怎么心情那么差？我还是当个会说话。查一个人，我要他完整全部资料。是总裁，请问您要调取信息的是哪位？大概是叫
乔英。你这个畜生还敢回来！乔乔，妈妈知道你肯定不是故意推倒圆圆的，孩子还小不懂事，快给你爸爸认个错。乔乔，你女儿当小三，怀了我男朋友的孩子，你要我认错？沈女士，你算我哪门子的妈？你马上去医院跪下跟你妹妹道歉！老公，你别吓着孩子了。孩子，他干出这种事还配当孩子？医生说圆圆只是动了胎气，在医院好好休息几天就没事。乔乔很小就没了妈妈，你当爸爸的该多疼她一点儿。这是小事儿，如果圆圆的孩子有闪失，我们怎么跟梁家联姻？你果然是顾静怡那人生的，和他一样不知廉耻。乔振华，你没资格提我妈的名字。我妈在医院躺了12年，你和她逍遥了12年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还敢躲？乔乔，做儿女的怎么可以和爸爸顶嘴呢？你这孩子性格太倔了。你少在这里假惺惺！你还是这样，死不悔改，看我不抽你！乔乔，快给你爸爸服个软，求你爸爸原谅你。你爸爸气消了，就不打你了。有种，你们就打死我！乔振华，你不配做我父亲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关起来！没有我的同意，不许给他吃喝，不许他踏出房门一步。老公，喝口茶消消气儿。哼，你说你跟孩子置什么气？他那是跟我置气，他是要造反。乔乔这孩子性子是倔了点，跟他妈一样。再这样耗下去，不用被打死，我也要冻死饿死在这里了。他从来不管妈妈，我要是不在了，妈妈该依靠谁？我必须逃出去，我一定要活下去。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别过来，放我走。我梳妆台的内侧藏的一只玉镯，你可以拿走。大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告状的。只是你伤成这样，能去哪里？去哪儿都比在这儿等死强。你肯放我走？大小姐，你走吧，否则太太和二小姐不知道怎么欺负你。谢谢，你会因为你的好心得到福报的。今晚你没见过我，记住了，不能停下，被乔家人发现就完了。救命！该死！副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忽然走到路中央的。下去看看。是。总裁，是他！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还这副模样？让沈警来家里。好的，副总。司燕，你大半夜连环夺命 call， 发了11条微信，打爆我2个手机，就是为了让我给一个女人看诊。行，你是爷。想问我他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碍，身上的伤我已经处理好了，开点消炎药、退烧药给他吃就行。阿燕，平日里看你斯斯文文的，视女人为豺狼捕捉，绝不允许近身。怎么今天还不一样了？如果你想那笔款子顺利到位，就闭上你的嘴，
别惹我不开心。遵命，你快松手，疼死我了！你可以走了。你无情，好歹我忙活了一宿，能不能犒劳一下？你确定想要我犒劳？等，我滚，我马上滚！不对劲啊，傅思燕这个活了28年的和尚，别墅里面怎么出现其他人？大半夜把我利用完，就叫我滚蛋。好歹我沈景是护城炙手可热的青年医生，哪个不是对我恭恭敬敬的？不行，必须给傅思杰一点颜色瞧瞧。妈妈！小姐，您感觉好些了吗？我好多了。是您带我回来的吗？是我家少爷带您回来的，我是这里的佣人，您可以叫我兰姨。少爷正好在楼下吃早餐，我带您下去。少爷，是你救了我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最狼狈的时候3番2次遇见他。不然呢？谢谢你救了我。这人还真是表里如一的冷漠，多说一个字都嫌浪费。小姐，您吃点粥吧，大病初愈，暖暖胃。阿姨，谢谢您的细心照顾，我已经好了，就不再打扰了。小姐，您还没痊愈呢，还是先留下来吧。少爷把你抱回来的时候，可把我吓惨了，伤成那样不说，还发着高烧。幸亏少爷请了沈医生来家里，否则……兰姨，你话太多了，把粥喝完再走。我不想你倒在我家门口，再抱你回来一次。是他把我抱回来的。小姐，您别介意，我家少爷就是这个性子，可他人是极好的。他这是怕他在这里您用餐不自在，所以先上楼去了。您多担待忍让些，日子久了，您就会发现少爷的好。这是少爷特地吩咐我给你熬的粥，您尝尝。他特意吩咐熬的粥，这人看起来冷冰冰的，没想到心思还挺细。这粥真好吃，好久没吃过这么暖和的东西。太好了，少爷身边终有女孩子了。只是这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，伤成这样，少爷该多心疼啊！吃完了，该上去跟他说声谢谢，然后走了。你就是阿燕的女朋友吧？阿燕是谁？难道100日元就是阿燕？这小姑娘长得可真周正水灵，怎么都不肯去相亲？原来早就偷偷藏了个这么好的心上人。奶奶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。好孩子，别怕，你能委屈将就我这性格古怪的孙子，奶奶太高兴了。你放心，以后阿燕那小子敢欺负你，奶奶帮你揍他。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沈锦这个大嘴巴，果然什么都往外说。我不来，怎么知道你家里藏着这么可爱的小姑娘？阿锦那小子说的时候，我还不相信呢。奶奶，我先扶您过去坐。他居然会这么温柔的说话。臭小子，还准备瞒我多久？奶奶，医生说您的心脏不好，要少操心，多休养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结婚？我和他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这些年安排了那么多次相亲，各式各样的女孩子都挑遍了，可这臭小子一个都不见。我必须抓住机会，让他们尽快结婚。这样温馨的家庭氛围真让人羡慕。我也曾拥有过，只是都过去了。他向来行事干脆，肯定会马上解释我们只是陌生人。奶奶，他不愿意跟我结婚。他怎么不解释？这话也太让人误会了。他居然跑了！100日元，你站住！好孩子，你刚才叫阿烟什么？100日元？奶奶，我真不是您孙子的女朋友。前2天我发生了点意外，被您孙子救了回来养伤。傻丫头，你可骗不过我老太婆。我这孙子除了工作，什么都不关心。若是能大发善心，在街上随便捡女孩子回家，也不至于单身这么久还没成家。我就想闭眼前看你们成家呀！多少名门闺秀想嫁他，你嫁了这辈子都享福。下个月18订婚，秋天结婚，蜜月去国外。救命，连孩子都快安排上了。好，我考虑，我送您。乔约，终于走了。
终于来了。我什么时候成你女朋友了？我又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你结婚了？我没说你是我女朋友。那你说我不愿意跟你结婚？难道我说错了？你刚才分明说了是我不想跟你结婚。难道你不是？你太过分了！你欠我2次，刚才你帮了我，算还了1次。我确实欠他2次人情，做人不能赖账。剩下的1次，你想要我怎么还？和我结婚。他说什么？和我结婚？你说什么？10岁那年，你母亲被乔振华逼得成为植物人，乔振华把公司归到自己名下，独吞了你外公留给你母亲的财产。沈巍登堂入室，还带来一个女儿，就是那天在酒店抢走你男朋友的女人。你这12年来的日子不好过吧？乔振华不疼你，甚至厌恶你。为了解决公司危机，攀上梁家，他默许乔媛媛抢走原本属于你的男朋友，只因乔媛媛说你推倒他，乔振华便偏心，以防止你阻挠这场联姻。你好不容易逃出来，被我捡到。你现在举目无亲，接下来想流落街头。你母亲至今还躺在医院。乔振华和你后母多次想切掉你母亲的治疗，让她自生自灭。你查我，在他面前我竟然是个彻头彻尾的透明人。每一个接近我的人，我都会调查清楚他们的目的，以免不必要的麻烦。即便如此，你哪来的自信觉得我会跟你结婚？难道你不想拿回属于你的财产，不想收拾沈巍和乔媛媛？你如今身无分文，走投无路，以后怎么生活？别说为你母亲讨回公道了，只怕你失踪后，你母亲也性命难保。他说的全是事实，还戳中了我心底最想做的事。乔家我再也回不去，护城我无依无靠，连活下去都难，谈什么报仇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？还有妈妈，我擅自乔家逃走，乔振湖和沈巍一定会迁怒他，他该怎么办？乔小姐，和我结婚是你最好的选择，你可以借我的手完成你想做的一切。借他的手报仇，听起来实在诱人，可他凭什么有能力帮我对付乔振华、沈巍那群人？他看着确实家底丰厚，可乔振华已经攀上梁家，单凭他又能抗衡什么？梁墨尘家族势力盘根错节，根本撼动不得。100日元怎么可能是梁家的对手？我不能被他几句话哄着答应结婚。梁墨尘和乔媛媛心胸狭隘，会招来无休止的报复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怎么处理，不劳烦您费心，告辞。我不怕你。你怕我？只是梁家不好对付，你何必因为我一个陌生人惹祸上身？这位先生，我们不合适。这女人是在怀疑我的实力吗？担心我不够资格保护她，觉得我对付不了梁家，护不住她，真是无知。对付他们绰绰有余。他定然是不清楚梁家有多深厚的根基，才敢说这般张狂大话。可孤独无助到极致时，愿意站出来帮我的，却是一个外人，血脉相连的亲人，在利益面前毫不犹豫践踏、抛弃我；萍水相逢的陌生人，反倒愿意替我扛下所有恩怨。记住，你只有3天时间考虑，过时不候。沈锦那天来电说奶奶身子撑不住多久了，能让奶奶安心的办法就是尽快成家，了却她最大一桩心愿。我提出结婚，本就只为完成奶奶的心愿。与其找素未谋面的陌生女人，花费时间精力互相磨合，不如选择乔娟，各取所需，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奶奶是我在这世上最在乎的人，从小到大，唯有她真心待我。她这辈子最大的念想，就是亲眼见我成家，不用再孤零零过日子。如今她时日无多，我总得成全她。抛开交易不谈，至少我并不讨厌她。可她居然毫不犹豫拒绝了我。放眼整个护城，敢拒绝我傅思燕的女人，她是第一个。刚刚兰姨给我换的新衣，她连我身无分文都调查到了。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去医院看妈妈。阿姨，请问住在这里的病人呢？顾静怡她去哪里了？
医生反说了，病人身体机能对话厉害，可她丈夫硬说要带回家养，签了字就把人抬走了，拦都拦不住。果然是他。我妈在哪里？你把我妈弄到哪里去了？我以为你不回来了，怎么现在知道打电话求我了？你不是很能耐吗？敢从我眼皮子底下逃跑？我再问你一遍，我妈在哪里？想见你妈容易，今晚8点，华悦饭店。你胆敢迟到家，你知道的。我以为能守护好妈妈，可现在才知道，自己不过是一只蝼蚁。方总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大女儿。乔乔，快过来，坐下吃饭。方总好。还是这孩子懂事啊，那么懂礼貌。乔乔，方总和你爸爸是多年的老交情了，你嫁过去风风光光做董事长夫人，以后吃香的喝辣的，也算是熬出头了。原来他把我叫到这里来，打的是这个主意。这么好的事情，沈女士怎么不叫你女儿乔媛媛去做董事长的丈母娘？总比当年没名没分上不了台面强吧？乔乔，阿姨知道你还没从墨尘和圆圆的事情里走过来，心里有气，阿姨不怪你。但嫁给方总，你这辈子荣华富贵都享受不尽，阿姨是真心为你高兴啊。这荣华富贵给你，你要不要？他们母女俩装模作样的把戏，真是如出一辙的恶心。乔总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有钱，想找什么样的没有？方总您别生气，您千万别生气，这丫头被我惯坏了，就是欠收拾。今天你说什么都别胡闹，方总家财万贯，看上你就是你的福气，快来敬方总一杯。我不会喝酒，赶紧把我妈妈还给我。乔阳，救我！白天还执意不愿接受我的帮助，如今这般无助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是谁让他变成这副模样？实在过分！女人，我警告你别乱动！他是我的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敢抢我的人！滚！臭小子，你把他放下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你找死！快叫2个保安到3楼走廊来！宁愿得罪对面100次，也不能惹恼傅少，否则别说这饭店开不下去，我明天就得卷铺盖走人。傅少，您请息怒。息怒？傅少，是我们的疏忽，是我们管理不当。傅少，放眼整个护城，除了傅家那位，谁敢被称作傅少？莫非他就是传说中那位神秘的傅氏掌门人傅思燕？傅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知道他是傅少您的人啊，求您饶了我这一次吧。乔阳，他脸上的伤是你打的？是我，傅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眼瞎了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这一次。往后别让我在护城看到他。难伺候的万年单身狗少爷终于有人要了！哎呀妈呀，看着少爷着急的样子，说不定不久之后家里就有小少爷了呢。天哪，我怎么又跑到他家里来了？头好晕，老天未免也太眷顾我了吧！每次我最狼狈的时候都能遇见他。起来，我不喜欢重复第2遍。罢了罢了，敢做敢当。喝了。这是什么？姜汤。哦，谢谢。那个，谢谢你再次救了我。还有，昨晚我是不是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？你觉得呢？完了完了，第一次就算了，完全是意外，这一次简直就是我主动扑上去的。那个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觉得委屈，我可以补偿你，只是
我现在没有钱，等我有钱了一定给你。钱？补偿？又想给我100日元辛苦费？上次的账还没跟他算。让你失望了，我现在100日元都没有，身上还有几百块，还是你上次给我的呢。但你放心，我做过的事情绝不推卸责任。等我有钱了，一定给你花。你要多少钱？我这么穷，你比我有钱多了，就不要狮子开口了，好不好？你想得美。我对神志不清的女人没兴趣。太好了，原来什么都没发生，吓死我了。不对，他刚才那个眼神是在鄙视我的身材吗？小姐，昨晚您的衣服湿了，我帮您换下来拿去洗了，现在烘干了，您可以换上了。兰姨，我的衣服是您换的吗？是呀，咱们别墅里没有女孩子穿的衣服，昨晚只好委屈您先穿少爷的了。原来如此。和我结婚是你最好的选择。这个人我说不上喜欢，但至少不讨厌，似乎和他结婚也不错。我现在无依无靠，妈妈还下落不明，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有力气再撑下去了。那个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有事。我现在好多了，谢谢你昨。好了就走，我不喜欢收留毫无关系的陌生人。大哥，不喜欢收留你还收留了我2次。罢了罢了，人家都下逐客令了，我也不好厚着脸皮待着。那件事还是算了吧。理由很简单，我需要一个妻子，完成我奶奶最后的心愿。完成奶奶最后的心愿？难道那位和蔼可亲的奶奶，想来奶奶对她来说一定是很重要的人吧？相亲，重新认识陌生女人，太浪费时间也太麻烦。你的出现刚好。所以你是怕麻烦才跟我提结婚？不然你以为对你一见钟情？我没有。有自知之明是好事，所以你考虑好了？我考虑好了，可和我结婚，你可能会惹来很大的麻烦。比如？我前男友，就是那天在酒店你看到的那个人，他叫梁墨尘，他家里在护城，可不是小门小户。我怕你和我结婚被我连累，到时候你会后悔的。区区一个梁家，不够资格入我的眼。你看着是家境不错，但绝对不是梁家的对手。我好心提醒你，别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到头来只能跟着我一起熬苦日子。这女人到底是真无知，还是故意装作不懂？她竟半点不知护城百年名门富家，不清楚外界口中的富少代表着什么。梁清源又能怎样？在富家面前，照样要收敛锋芒，谨小慎微。我何须忌惮梁家分毫？怕了吧？怕了就算了。我的字典里从未有怕这个字。我答应跟你结婚，但我有条件。你别得寸进尺，她竟然还有条件，真是不识好歹的女人。我清楚你和我结婚只是权宜之计，我们各取所需。既然这样，最好定下契约条款，双方一起遵守。说，白纸黑字约束彼此，如此未尝不可。第一，如果你以后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想离婚，可以，但你要提前告诉我。换作是我也会守住底线。这话倒也不无道理。第二，我们只是契约婚姻，彼此不用履行夫妻之间的特殊义务，我们必须分开睡。可以。还有。第三，特殊情况下，一方有难，另一方必须随叫随到。你没有问题要问我？没有。哦，不对，有的。最重要的我差点忘了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他口中最重要的事，居然只是问我的名字。谈契约婚姻，不问家底，不问资产，只惦记一个名字。活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被人这般无视，心里莫名很不爽。所以你到底叫啥？傅思燕。我记住了，傅思燕。他名字还怪好听的。走。去哪儿？你说呢？现在过去还来得及。可我的证件全都还在乔家，
想要把证件拿出来登记结婚，会很麻烦。不麻烦。我今天就这样把自己嫁出去了，可我妈妈还不知道这件事。妈妈现在到底在哪里？我会帮你找到你妈。谢谢你，傅思燕。这么多年，所有难处都是我一个人硬扛，忽然有个人愿意站在我这边，替我分担煎熬，就算最后他帮不上实质的忙，这份心意我也已经知足。对了，傅思燕，我们婚礼干脆别办了吧，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对外公开。等日后你遇上真心喜欢的人，我们就悄悄办理离婚，互不粗朗，这样也免得旁人议论笑话你。婚礼本是神圣又美好的事，我不能耽误你。这份美好理应留给你此生最爱的人。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这么说你同意了？奶奶不同意。奶奶那边我去帮你劝说。再说我妈妈至今下落不明，我实在没心思筹备婚礼。随你。一旦媒体公关得知傅家掌权人突然闪婚，应酬采访少不了，一堆琐事要费心周旋，我本就懒得应付这些纷扰。他这般不看重傅太太的名分，事事与世无争，不愿张扬，那便依他。反正这个名分他也根本不稀罕。怎么又不高兴了？我明明没说错什么，要不要问问他？下车。哦，拿去花。不用了，我现在没什么要用钱的地方。再说兰姨之前给我的钱，我还剩好几百块呢。连全球不限额度的限量顶级黑卡都不敢收，这女人到底在执拗什么？我不喜欢废话，我傅思燕的女人不需要为钱发愁。哦，好吧，这人也太霸道了，半点商量的余地都不给。我还是安分点，别惹她生气，不然刚领到手的结婚证，说不定转眼就要换成离婚证。我这个仓促闪婚的丈夫，心思实在太难琢磨。我居然真的结婚了，今天这整件事实在太过刺激。喂，雨雨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落地没多久，晚上有空吗？出来一起吃晚饭。我有件天大的事要跟你说，见面再讲。行，那就老地方那家西餐厅，我现在先过去等你。好，待会儿见。怎么会碰到他？真是走到哪儿都能撞见这个麻烦精。这贱人从家里逃出来后就不知所踪，怎么会出现在这种高级餐厅？瞧他那穷酸样，也不像是来吃饭的。这里人均消费1、2千，他吃得起吗？或是知道我和墨尘哥在这里吃饭，故意跟踪来的？乔圆圆，我看你脑子里装的都是狗屎吧？从小到大，你都特喜欢捡我不要的破烂视若珍宝。一个普通男人，你喜欢送你好了。姐姐，你现在倒是自由了，可你妈呢？你不想知道你妈现在在哪儿吗？乔振华把我妈弄哪里去了？你马上打自己巴掌，大声说你以后不会乱说话，保证再也不纠缠墨尘哥哥。只要你照做，我就告诉你顾静怡在哪儿。你想得美！姐姐真有骨气啊，可不知道顾静怡被困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，无人照料，日夜和一群脏老鼠相伴，还能撑得了多久？咱们乔家地下室的滋味，姐姐最清楚不过。你猜猜，那些饿到发疯、找不到食物的老鼠，会啃食什么呢？你闭嘴！你竟敢弄脏我的衣服！你知道我这身裙子多少钱？你根本赔不起！再昂贵的衣服穿在你身上，也透着一股廉价感。就算物价再高，也衬不出你半分体面。他竟敢让我当众丢人，忍不了！今晚你就等着吧。乔圆圆，我警告你不准碰我妈妈！但凡你敢动她分毫，我必让你100倍奉还！姐姐，
求求你回家吧，不要因为我伤了你和爸爸之间的父女感情。乔圆圆，咱们能不能换点新把戏？每次都装出这副柔弱白莲花的样子，我早就看腻歪了。梁墨尘又不是傻子，你真以为次次靠这套戏术都不会被拆穿吗？你太不了解男人了，手段低劣又如何？现在赢家是我，而你就是一无所有的废物。乔阳，你就这么磨人，非要追到我和圆圆面前，刻意找存在感。墨尘哥哥，你别这么说我姐姐。你就是心肠太善良，才会被他一而再再而三欺负。要不是顾及你，我早就教训他了，哪里还能让他跑到你跟前耀武扬威？梁先生，好大的口气！不知道令敦这般看重脸面的人，要是知晓你和别家女儿暗度陈仓未婚先孕，会是什么反应？我限你1分钟之内立刻离开这家餐厅，多看你一眼我都觉得恶心。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让燕英滚？梁公子，这家西餐厅隶属张家产业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里随意发号施令了？就算是你们张家的产业又怎样？难不成你还敢直接撵客人？撵你又如何？来人，把这对狗男女给我扔出去！另外在门口立块牌子，写清楚他与狗不得入境。哎，乔月，来。张宇，你今天得罪我，日后对你们张家没有半点好处。梁公子想耍什么手段，尽管放马上来。但我提醒你，但凡张家生意或是我们任何人出一点意外，你们梁家必定也要脱一层皮。梁公子做那些见不得人的龌龊事前，最好掂量清楚自己能不能承担相应后果。真是冤家路窄，孔萧然约我来这里吃饭谈事，竟碰巧撞见这么一出。起初还以为他是追着我过来，听清楚争吵内容才知是误会。敢让我的女人滚，倒是好大的胆子。先生，要不要过去跟乔小姐打声招呼？你觉得我很闲？不是，乔小姐心里肯定不好受，你们才刚领证。我半点没看出来她哪里难过，好像确实，乔小姐半点不见伤心。替我办件事，先生您吩咐，给乔振华找点不痛快。还有那个梁墨尘，我看着很不顺眼。先生想动的人，要办的事，从来不会顾虑半点后果。先生，我懂了。你说说你，受了这么大委屈都不跟我说，性子再好也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。我也没让他们讨到半点便宜。跟我讲讲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之前明明准备和那个混蛋结婚，怎么突然闹成现在这样？这两人实在欺人太甚，真想把他们揪回来狠狠教训一番。算了，我和他缘分早就到头了，早点看清他渣男的真面目反而是件好事。话虽如此，至少不用你往后受尽委屈。梁家向来眼高于顶，自命不凡，乔圆圆往后有的苦头吃了。说起来，你这丫头居然瞒着我偷偷闪婚了！快把你老公叫出来，让我见见。他这个人性子有点孤僻。我性格孤僻，但他人其实挺好的，看着冷淡，心思特别细腻，是个好人，长得还特别帅，一双大长腿跟模特似的，好看极了。还算有点眼光，没白夸。行吧，今晚咱们出去玩，给你补一场单身狂欢夜。好。乔小姐，洗手间在这边，我带您过去。
有人靠近乔女士了。我先走，你们继续玩。喂，傅思燕，不带你这样的，说来5号玩的人是你，提前走的人也是你。你们不觉得傅思燕今天情绪有点不对劲吗？有啥不对的？她平时不就这德行吗？就是，早都习惯了。这家伙性格真是越来越古怪了，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。乔小姐，我来帮您擦干手，您的手真白净，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手了。嘴真甜呀，小哥哥，你长得真好看。该死的女人，居然敢当着我的面夸别的男人好看。谢谢乔小姐，乔小姐，咱们加个微信呗。滚！这男人一看就不是普通客人，非富即贵，我可惹不起。小哥哥，你也长得好看，就是有点像我刚结婚的老公。这是什么奇怪的感觉？回家。我没有家，回什么家？我还要喝酒。不听话！不听！要喝酒，穿着飞一团。我靠！你们来看，傅思燕竟然有对象了！你喝多了眼花吧？阿言这种万年单身狗会有对象？他有对象，鬼才信！头好沉，还好，衣服没乱。昨晚不是和张玉在5号公馆吗？怎么会跑到傅思燕这里来的？哎，怎么甜丝丝的，像是蜂蜜的味道。早，还是这副冰山脸，一点表情都没有。昨天是你去接我回来的吗？不是，是林州。可林州怎么会知道我在那里？碰巧。哦，还好不是他，不然也太尴尬了。我不喜欢喝醉酒的女人，更不喜欢麻烦的女人。知道了，你放心，以后再有这种事情，我绝对不会麻烦你的。你说什么？他怎么这么生气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再也不喝酒了，再也不给你添麻烦了。下不为例。知道了。这个闪婚老公好像还真不赖。傅先生早安，乔小姐早安，我是傅先生的助理林州。林先生你好，林先生，昨晚送我回来，麻烦你了，没给你添麻烦吧？乔小姐，您误会了，是先生帮您回来的，我不过是……刚才某人明明说不是他，是林州来着。傅先生，您这脸打得有点响啊。我花钱养了个废物，他是不带脑子还是不带眼睛？没看见我刚才警告的眼神吗？先生，我完了，我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？有事说事，没事滚蛋。是，先生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乔振华答应今天上午10点之前将顾静怡女士送回青山疗养院。医院那边我也打电话安排过了，已经准备好接手顾静怡女士住院。一应医护人员和医疗设施都是国内最顶尖的。乔振华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答应把我妈妈送回医院？乔小姐，乔振华不想乔氏马上破产，自然只能乖乖答应将顾女士送回医院。破产？是的。乔振华有多难对付，我比谁都清楚。更何况他现在还有梁家在背后撑腰。傅思妍到底有多大的能耐，能让乔振华这么乖乖听话？傅思妍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你太厉害了！我自有办法。这种动动嘴皮子就能解决的小事，也叫厉害。你是不是答应了他什么条件？
他不配跟我谈条件。乔振华是个泼皮无赖，我不想你因为我出事。他这个人，任何没底线的事都做得出来。我是傅思言，放眼整个护城，谁敢给我找麻烦？除非那人活腻了，想死。这个女人是在关心我吗？不想快点见到你母亲？行，自己在门口等你。先生，您不陪乔小姐姐去医院吗？已经彻底切断了乔振华所有的资金链和供货渠道，他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。咱们提的唯一条件就是顾静怡女士，她势必会想到这件事同乔小姐有关。叫她什么？乔小姐，她是我的妻子。对不起，是夫人。罢了，在外人面前，还是叫她乔小姐吧。是，先生，我担心乔振华看到夫人一个人去医院，会为难他。你似乎很关心他。不是，先生，我只是觉得夫人一个人不是乔振华的对手，如果是夫人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会担心。我自有安排。吩咐人给他送些衣物来。是，先生。暂时不必叫他知道我的身份。是，先生。但您要一直瞒着夫人吗？该他知道的时候，自然知道了。我什么时候可以上去？乔小姐，先生吩咐了，10点过后您再上去。他们现在肯定心急如焚，您不妨多让他们煎熬些。可是，乔小姐，先生这么安排，必定有他的道理，请您稍安勿躁。顾女士现在很安全，您不必担心。好吧。乔小姐好，听乔小姐吩咐。何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回乔小姐，何小姐，这是先生吩咐的，让他们一道来，护您周全。我问你啊，傅思燕很有钱吗？傅先生怎么会没钱？若是他都算不上富裕，护城便再无有钱人了。有钱也不能这么大手大脚啊！请这么多保镖得多花多少钱啊？这样吧，留下2个，其他的都打发了吧。我看他们都挺能打的，2个足够了。可是先生说……别可是了，现在我说了算。要是人手不够，你还能上。我瞧着你也是个能打的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再丰厚的家底也经不起这样毫无节制的挥霍。乔小姐哪里用得着替先生省钱？先生名下资产丰厚，就算10辈子肆意挥霍也花不完。先生，现在怎么办？乔小姐坚持只留2个保镖，那便她说了算。是，先生。先生事事顺着乔小姐，这2人都格外相配。只记住一点，不许她吃亏。是，先生。人怎么还不来？老公，你别着急，说好的10点钟，这不是才过了10分钟吗？你懂个屁！不急，不急，再不急我明天早上就成穷光蛋了。老子破产了，你还穿得这么阔气？从昨天接到那通电话开始，就一直被警告，说但凡顾静怡有一点意外，我乔家公司直接破产清算。老公，你消消气。你说你平日里也没得罪什么人，怎么好端端的会被人威胁？是不是乔乔那丫头故意跟你过不去，找人吓唬你的？她没这个本事。起初我也怀疑是乔岩搞的鬼，可合作工厂毫无征兆全部断供，
所有人说辞一模一样，都说上层大人物下令打压我，他们不敢违逆。方总呢？钱呢？他答应给我的500万呢？不知道。我妈呢？你给我闭嘴！我马上要见重要的客人，你识趣闪一边去，等我处理完事情再好好收拾你。没用的东西，什么都没捞到。乔振华，我劝你好好跟我说话。3天不打你皮痒了是吧？哪来的人？放开我！哎呦，好疼，我手断了。闭嘴，老实点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，你不需要知道。乔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乔小姐想怎么处置他？让他在这儿待着吧，我去看看我妈妈。是。这小丫头到底攀上了什么大人物，能让这么气场十足的男人对她俯首听命？让开！乔乔，你去哪儿了？妈担心死你了！别拿你的脏手碰我！沈女士，我妈在病房躺着，想做我妈，你配吗？乔乔，我……滚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妈妈，对不起，我太晚找到你了，让你受苦了。这是什么？乔小姐，顾女士身上还有很多这种旧伤，应该是长期被指甲掐的，有些掐得很深，时间久了就留了疤。乔振华，我真的好恨你！你竟然对我妈妈做出这样的事情！冷静！你放开我！女人，你给我闭嘴！傅思言，只是你现在冲撞他，你母亲受的罪也得不到弥补，对不对？他说的没错，就算我现在对乔振涵动手1000遍，妈妈身上那些伤疤吃过的苦也永远消不掉。都怪我，如果当初我没有逃走，没有反抗方总，乖乖顺着乔振华和沈巍的安排，妈妈是不是就不用承受这些折磨？我带你回家，你知道该怎么处理。是，先生。原来真正手握权势、不好招惹的是刚才那位，他才是乔妖最大的靠山。把他拖到车里去。是。等等，你们要我老公去哪里？沈女士，我家先生请乔总喝盏茶，明天上午9点，会有人准时把乔总送回家。你准备抱我到什么时候？谢谢，我刚才太激动了。不必。傅思言，谢谢你帮我从乔振华手上接回我妈妈，还帮他安排了这么好的病房，又找人保护我。不必。傅思言，做这些事肯定花了不少钱吧？没有，这点开销于我而言不值一提。别说9牛1毛，连一根牛毛都算不上。你找人给乔振华威胁施压，肯定少不了关系疏通，还有我妈妈的病房和医药费，请保镖的钱。
我看起来很缺钱。我知道你不缺钱，可这些是我欠你的。等到家，我给你写张欠条，将来我一定如数还你。不必。傅思燕，我知道你好心，可我们总有一天是要离婚的，我不想欠你太多。请撤。下去。他明明在生气，可到底在气什么？实在莫名其妙。傅思燕，你是在生气吗？你很丑。傅思燕，你气什么？何为，把他给我扔下去。是，先生。走的是干脆利落，他分明是动了大意。可我实在想不通，到底有什么值得发火的？我只是不想欠下大额人情，难道我说错话了？怎么都想不通，这已经是他第2次赶我下车了，脾气阴晴不定，简直就是个古怪暴君。我大概是疯了，明明安排了大批保镖守着，根本不会让他出事，可方才看见他冲上去要和乔振华对峙时，心底还是止不住的怕他受伤吃亏。我们才新婚第2天，他心里时时刻刻都在盘算离婚。不知好歹的女人。别墅现在暂时不想回去，刚刚只顾着冲乔振华发土，都没好好陪妈妈说说话，我得回疗养院看看她。妈妈，对不起，让您受苦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妈妈，我结婚了，她叫傅思燕，虽然她跟我没见过几次面，但是对我挺好的。你瞧，她把你从乔活的虎狼窝里救出来，又给你换了特护病房。妈妈，您不用担心我，虽然傅思燕性格有点怪，但是一个特别有孝心的人，总让我觉得很安全，有依靠。妈妈，我以后不是一个人了。小姐，您去哪儿了？昨晚喝那么多酒，头还疼不疼？不疼了，谢谢兰姨。昨晚你回来吐了少爷一身，换了别人弄脏少爷的衣服，少爷早雷霆震怒了。小姐，少爷是真真疼爱你。我吐了傅思妍一身？是啊，少爷还照顾了你一夜。小姐，你以后别喝这么多酒了，少爷会担心的。兰姨，我知道了。傅思燕回来了吗？还没呢。哦，那我先上楼了。好的，小姐，一会儿我叫您吃饭。短短几天，乔英都数不清自己被他抱过多少次了，还吐了他一身。那么一个爱干净的人，竟然没把他扔出去。上午他发那么大火，直接把我赶下车，分明不想搭理我。我主动发消息，只会自讨没逃。算了算了，睡觉。乔乔，你怎么不接爸爸电话？乔振华，你吃错药了还是中风傻了？好孩子，爸爸以前对你差了些，但爸爸现在改邪归正了，知道错了，你原谅爸爸好不好？
原谅，爸爸。您太客气了，您不打死我就算好了，我哪敢跟您计较。乔乔，父女之间哪有隔夜仇呢？你今晚回家来，爸爸已经把2楼最大的房间布置好了，给你做卧室，你回来看看喜不喜欢？2楼最大的房间，那不是乔圆圆在住吗？10年前还是乔圆圆亲自将我赶出去，抢走了属于我的房间，霸为己有，把我撵到拐角的小房间。为了拿捏我，他竟然连乔圆圆都能舍弃，真是可笑。行，晚上我回去。乔家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。少奶奶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安排司机。不用了，我打个车就行。不行，少奶奶，少爷吩咐过，您出门司机得跟着，带一个人在身边安全些。您若不让司机跟着，少爷会担心的。少爷，他会担心？他都3天没回家了，电话没有一个，微信也没有一条，他担心个屁啊！那好吧，带个人一起去也好。要是乔振华再敢动手，也有人能治一治他。少爷，少奶奶刚出门了，说是要回乔家，我已经安排司机跟着了。少爷，您若是担心少奶奶，为什么不直接跟少奶奶联系呢？联系？凭什么是他主动联系？他都3天没回家了，竟然一个电话都不打给他，想来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回不回家的。兰姨，我忙，挂了。大小姐，您回来了。无私，好久不见。他们都在等您呢。二小姐早上刚回来，知道房间没了，正在楼上撒泼打滚闹脾气呢。太太都哄了一下午了。前几天先生不知道得罪了谁，像个乞丐似的蹲在大门口蹲了半宿。一进门看到太太正在喝燕窝，当场就气得动了手。真的？是呢，几巴掌下去，太太到现在脸还肿着呢。进去看看。乔乔回来了，爸爸等了你1天，快把补品给乔乔端出来。大小姐，这是先生吩咐特意给您炖的燕窝。燕窝？爸，你没搞错吧？15岁那年，沈女士跟您告状说我偷吃了她的燕窝，您就不分青红皂白骂我。现在您告诉我，您给我准备了燕窝，我可不敢吃。乔乔，以前是爸不对，爸爸给你道歉，过去的事儿咱们就让它过去，别提了。不是说给我布置了房间吗？对对对，你快去看看，喜欢吗？我自己上去吧。好吧，你看看，缺什么尽管告诉爸爸。你凭什么抢走我的房间？你的房间？我的房间被你霸占了整整10年，怎么就成了你的了？我讨厌你！你快离开我房间！你别以为爸爸现在对你好是真心疼你，等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你懂的。爸爸，姐姐她骂你说怎么没叫人打死你，我气不过才。我平时对你太好了，谁允许你砸你姐姐房间的？爸，我妈只生了我一个，谁允许你进大小姐房间的？爸爸，我只有乔乔一个女儿，你不是我生的，从今以后不许再叫我爸爸。爸爸，你还叫？您打吧，我可是很有用的。
是乔阳害了您公司，害您像乞丐一样蹲在大门口，您为什么还要宠着这个白眼狼？这个蠢货，我哪里是真的宠乔央，不过是现在公司的命脉被他掐在手里，不得不低头而已。他要是把这话捅到乔央耳朵里，我的一切就都完了。我警告你，再敢骂我女儿一句，我让你和你妈立马滚出这个家。爸，他说您只是在利用我，并不是真心觉得以前错了。胡说！爸是真的改过自新了，爸知道以前对不起你，现在只想好好补偿你。他还说，只要您翻身了，我就完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将来这偌大的家业，还得你来继承呢。10年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光明正当的坐在乔家的餐桌上吃饭。从前我只能缩在厨房里和佣人一起吃剩菜剩饭，有时候连剩菜剩饭都没有。乔乔，多吃点，这些都是你以前爱吃的。乔乔，你尝尝阿姨亲手为你做的。圆圆不懂事，你多担待些，别假殷勤，我嫌脏。太太，您擦擦。乔乔，阿姨对你是一片真心。乔乔是你叫的吗？沈女士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只是我爸的秘书。当年你来我们家只说是借主，既然是借主，就该懂点规矩。该叫我什么，你心里没数。乔乔说的没错，你该叫她大小姐。老公，大小姐。陈嫂，你刚才叫她什么？太太。一个无名无分的，凭什么叫她太太？乔燕，你可别太过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我顶嘴？爸爸，这还是我家吗？一个下人都能直呼我的名字，对我不恭不敬。好孩子，不生气，一个不懂事的下人而已。你不喜欢，我马上让他滚。来人，让陈妈立刻收拾行李回乡下，以后不准再踏进乔家大门。老公，陈嫂好歹在我们家做了1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。你给我闭嘴！再多说一个字，你也滚！这两个简直蠢笨如猪，半点看不出我如今只能低头讨好乔央，关键时刻只会给我添乱，坏我大事。是，您以前对我再不好，可您到底是我爸，血浓于水，我不会怪您。几句场面话哄他放下戒心，好戏还在后头。真是爸的乖女儿，来吃块鱼。丫头肯原谅他，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。现在先顺着他，等公司活过来缓过劲儿，再慢慢想办法收拾他。满桌虚情假意的讨好，这种东西我怕是吃了都要反胃不消化。乔乔，你和那位傅先生在谈恋爱，你这些天是不是都和他在一起？刚缓和2句，就迫不及待打探我和傅思燕的关系。爸，那天让您吃了点苦，你不怪我吧？他这人就是这样，见不得我受委屈，谁敢欺负我，他就10倍奉还。不怪不怪，怎么可能不怪？爸爸不干涉你们自由恋爱，但爸爸还不知道他到底是哪家人，怎么放心把你交给他？他不是想见就能见的，连见面都难。这傅先生身份绝对不一般，若是能搭上这条线，公司难关就有救了。那你跟傅先生说一说，叫他别为难公司了。爸爸，您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总算是说了一句实话。
爸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肯定不忍就眼看着你外公一生的心血毁于一旦，对不对？他性格不太好，见不得我受委屈，也不在乎乔家这点钱。不过既然爸爸您都开口了，我就跟他说说吧。我现在真是吹牛上瘾，张口就能编出一堆谎话哄着他们。那爸爸等你好消息。只要他肯去求情，公司难关就能渡过去，等缓过来再慢慢收拾他。好，我还有事，下次再回来看你。好，你快回去吧，别让傅先生久等了。我真是又恶心又想笑，连演戏都藏不住私心，句句绕着公司打转。乔振华，你未免太不敬业。这是限量版豪车，全球不超过10辆，寻常富豪根本没有渠道入手。能拥有这种座驾，乔嫣背后的男人身份绝对深不可测。老公，这下咱们公司……他觉得很累，明明把乔振华一家人都折腾了一遍，明明很爽快，可此时静下来，他觉得很落寞。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多好，倘若乔振华没有半分算计，不用伪装，生来就是慈爱宽容的好父亲，那该有多好。今天他所有的模样全都是刻意演出来的，偏偏演技还如此拙劣，演得一点都不走心。傅思燕，一连3天见不到他，心里空落落的。这家伙凭空消失整整3天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居然有点想他。整整3天，一点音讯都没有。总裁，司机打电话来说，怎么又摔机了？这礼拜都第3台了。坏了，又坏了。可您刚才不是跟孔少通完电话？你有意见？没有，我立即让人给您送一部新的来。手机若是没坏，怎么会迟迟收不到他一通电话一条微信？分明就是机子故障耽误了消息。我说它坏了，那它就是坏了，没有别的理由。总裁，刚才阿强叔打电话来说，已经安全把夫人送回别墅了。夫人似乎情绪不太好，哭了一路。乔家欺负他，这倒没有。阿强叔说乔振华百般讨好夫人，夫人丁点委屈也没受。那他为什么哭？没人欺辱他，怎么还会独自落泪？心里到底堵着什么难受事？不知道，要不您打个电话问问夫人。两人整整3天互不联系，想知道缘由直接自己打电话不就好了？不必了，他3天不找我，凭什么我先主动？那要不我替您打一个？明明满心惦记夫人，担心她落泪，就是拉不下脸自己联系。我看你很闲，今晚就通宵加班吧。总裁，好心替您分忧，反倒被罚通宵加班，不带您这么折腾下属的。不知不觉分开这么久了，整整1个星期，傅思燕一次都没有回来过。满脑子全是傅思燕，哪里吃得下东西？少奶奶，您怎么不吃？是这粥不合胃口吗？您想吃什么，我马上给您做。不是粥的问题，兰姨，傅思燕1个星期没回家了，她是不是失踪了？原来您是想少爷了？谁想他？我才没有。少爷工作忙起来，半个月不回家也是有的，您别担心。那他住哪里？大多时候是办公室。哦，好吧，大概他是真的太忙了。就算工作再忙，抽空打一通电话很难吗？我们明明已经领证，是合法夫妻，
一声不吭消失整整1周，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心上？算是吧。少爷这个人很单纯的，若是闹了小脾气，哄哄就好啦。怎么哄？孑然立于云霄。先生，要我安排司机送你回去吗？你先回去，回去那栋别墅，见不到他，反倒更心烦。是，先生。从前先生公务堆积如山，10天半月留宿办公室是常事，可这周项目进度宽松，根本算不上忙碌。明明不用熬夜加班，依旧执意守在办公室不肯回别墅，难道是和夫人闹矛盾吵架了？先生，你很吵，不想回家就继续工作。那先生，我先回了，您早点休息。屏幕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整整1周不回家，他就半点不担心，不知道主动打个电话问问我。难道在他心里，我根本一点都不重要？他压根不在乎我。我什么时候受过这般冷落冷遇？这个不识好歹的女人，全然没有把我这个老公放在眼里是吧？合法夫妻，我失踪1周，他不闻不问，半点惦记都无。傅思燕，女人终究还是忍不住主动打给我了，有事？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就是随便问问你今晚回来不？我煲了个汤，你要不要喝？煲汤？他这是特意讨好我，主动哄我，要不要答应他？可若是我这么轻易就顺着他回家，他定会沾沾自喜，觉得我很好哄，往后更不把我放在心上。我很忙。哦，那好遗憾啊。那好吧，你忙，下次再说吧。什么？他就这么轻易放弃了？都不多挽留，多劝我2句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等等，傅思妍，你什么时候忙完？还要一会儿。那忙完你回来吗？看我心情，不能让他知道我早就想回去，总得端住架子。哦，好，那我等你回来哦。就这么挂了？不多跟我说几句话吗？他睡着了，等我等他睡着了。人间烟火气，待归乔家人。日子和从前不太一样了，心底有种说不出的暖，填满了长久以来空荡荡的心房。傅思妍，他梦里都在叫我，梦里是有我吗？皮肤细腻白净，唇色烟润，让人想靠近。傅思妍，你回来了。小心！好险！要是没有他拉我，脚肯定会被碎玻璃划伤。心脏跳得快要冲破湿漉胸腔，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。对不起，我刚刚居然不小心碰到他了，像主动亲了他一样。饿了，你先出去坐，汤马上就来。有事？没事就不能打电话关心关心你吗？难不成这个点儿你在做什么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好吧，兄弟们说叫你出来玩，没空。该死！我刚才居然想吻他，还前后2次。要是孔萧然那通电话没来，我定然已经吻上去了。
清醒，清醒，千万不能被他的美色给诱惑了。我们只是契约夫妻，不能动心。快趁热喝，我炖了3个小时，鸡肉都炖烂了，你尝尝看，合不合你口味？整整1周在外食欲不振，这碗热汤刚好熨贴心底所有空漏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还行。还行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不生气了？我没生气。没生气，你1周不回家？忙。行，你说没生气，那就没生气吧，我不拆穿你了。你怕我生气？怕呀，我们才刚结婚，要是你一个不高兴，又跟我离婚，我又得流落街头了，那我太惨了吧？仅此而已。好吧，我承认，不止如此，其实是想感谢你帮我找回了妈妈。傅思燕，从12岁开始，再也没有人像你这样护着我。你性格虽然怪了一些，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小杨，你不必特意做这些感谢我。小杨，我们是夫妻，往后我会护着你。那句往后我会护着你，直直戳进我心底最软的地方，心口又烫又酸。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这句话，更没有人不顾一切站出来护着我。兰姨之前说傅思妍很好哄，我琢磨了整整1下午，才决定炖一锅鸡汤哄她。现在看来，她真的是很好哄呢，一碗鸡汤就怪了。之前留在这间房，从来都是我一个人睡。可今晚傅思妍回来了，我该睡哪里？要不干脆去客房睡？去客房睡刚刚好，免得两人尴尬。这个决定稳妥。你站着做什么？那个，你怎么穿那么少？你洗澡穿羽绒服，不睡。看在你帮了我很多次的份上，我让着你，你睡床，我睡沙发。我的房间，我的床，需要你来让？说好的绅士风度呢？我本来也没打算跟他同床，可傅先生好歹假意谦让一下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。同处一间屋子，他在床上，我在沙发，心里乱糟糟的，半点睡意都没有，只能一动不动僵着。傅思妍，你睡了吗？没。傅思妍，有个事儿我要告诉你。说。前2天我去了趟乔家，乔振华以为我找了个很厉害的靠山，对我也客气了很多，于是我就将计就计，演了一出，让他以为你背景很厉害。不好意思啊，没给你说一声，就拿你当挡箭牌了。傅思燕，你不会生气吧？不会。傅思燕，你真好，麻烦你跟你朋友说一下，暂时可以不用打压乔氏了，那是我外公一辈子的心血，在我没有能力拿回来之前，暂且放在乔振华手里吧。谢谢你，傅思妍。睡吧。好，晚安。心里的包袱全都放下，这下终于能好好睡觉了。这条绒毯是他半夜起身给我盖上的吗？屋里暖气这么足，根本用不着盖毯子，他却还是细心顾及我。他从来都不是看上去那般冷漠疏色。少奶奶，你醒了，快来吃早餐吧。谢谢兰姨。谢谢你给我盖毯子。不必，我只是嫌麻烦。你感冒了，兰姨照顾辛苦。行吧，这人永远不会好好说话，总是嘴硬别扭。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他计较。少爷少奶奶站在一起，真是般配。
奶奶今天要见你。今天？有问题？不，没问题，只是能给我点时间吗？我出去买一身新衣服，我这些衣服太旧太随意，第一次正式见你奶奶，应该庄重点，表示尊敬。不必，林州随便替你准备了一些，跟我来。傅思燕，这就是你说的随便准备？只是随便准备就堆了一整间，要是用心准备，难不成要把整栋别墅都装满？都是你的尺寸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？我过目不忘。什么意思？不喜欢？也不是。你准备的这些，乔妍不喜欢，叫人重新送过来，把这些扔了。傅思燕，我喜欢，非常喜欢。乔，明明很喜欢，方才却一副为难发愁的模样，女人心思实在难懂，真是麻烦。那你还不去换？要我帮忙？不必了。明明只是随口准备，却样样贴合我的尺寸，这般用心，我这算是被他放在心上，被好好宠着了吗？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，我的妈呀！一条连衣裙竟然要5位数，抢劫啊！不敢穿。这整整一屋子成衣配饰，全部加起来得多少钱啊？傅思燕家难道是开煤矿的？出手也太像暴发户了。这么多奢侈品堆在一起，总价怕是都能买下一整栋别墅了吧？傅思燕，我好了。他怎么一直盯着我？难道我穿搭哪里不合适？我明明反复检查好几遍，看着没什么问题啊。少爷眼光实在太好了，少奶奶本就生得清秀好看，少家打扮竟如同谪仙下凡，明艳动人，和少爷站在一起再攀颇不过。少爷，司机在外头候着了，你们快些去老宅吧，老太太等着呢。走吧。有点。你很紧张？今天是以傅家孙媳妇的身份正式见面，心境完全不同，实在没办法。车子开了这么久还没停，他家到底住在哪儿？整片2月兰开得铺天盖地，好多花都叫不出名字，也太美了。谢谢。在兰姨面前，你都知道拉着我的手，怎么现在忘了？对哦。别忘了你是来做什么的。知道了。准备好了吗？不愧是傅思燕，演恩爱夫妻都这么逼真。小少爷，小少奶奶，周叔。周叔好。小少奶奶好。周叔，后备箱有东西，麻烦替我拿下来。是，小少爷。没想到屋内厅堂更是别有洞天，处处透着底蕴。傅思燕家底实在雄厚，可处处沉稳内敛，完全不是张扬的暴发户，是沉淀多年的世家底蕴。奶奶，我带乔妍回来见你了。傅奶奶您好。好孩子，还叫我傅奶奶呢。傻瓜，叫奶奶。奶奶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好孩子。泱泱，谢谢你肯委屈将就我们家这个脾气古怪的孙子，奶奶今天太高兴了。往后奶奶护着你，若是我这臭孙子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奶奶，奶奶替你收拾他。不说别的，奶奶真的太温柔慈爱了，
我打心底里喜欢他。谢谢奶奶。到底谁才是他亲孙子？我有他说的那么擦气？一点见面礼，往后就是一家人了。谢谢长辈，您太客气了。做的处事巧人吧。奶奶，不早了，您该休息了。汤给阿燕喝下了。按照夫人您的吩咐，小少爷已经喝下了。喏，这是你们家人给的，你拿着。不必，他们给你，你就收着。那不行，他们以为我是真的富家媳妇才给的，我哪能拿？这只镯子是奶奶的陪嫁，跟了她老人家几10年，另外一只在我母亲手里。居然是奶奶的陪嫁，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怎么能收？奶奶既然送你镯子，就代表她认定你这个孙媳妇。若是以后没见你戴在手上，你怎么解释？原来是奶奶的陪嫁，怪不得总觉得它成色极好，自带一股古朴高贵的气质。想来的确是十分珍贵的东西。你我领了证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富家儿媳。可我们只是……留作你的零花钱吧，反正他们不缺这点。他就这么直接全留给我了？昨晚居然……泱泱来了，快坐。昨晚睡得好不好呀？奶奶，我睡得很好。这孩子生得俏丽灵动，性子又纯良讨喜，阿燕能娶到她，真是捡着福气了。果然大师说的没错，阿燕的姻缘都是天注定的。我从前再怎么着急上火，终究是无用。阿燕还没起来。她好像有点累。累？天天累才好呢，这样子你们就能早点有孩子了。哎呦，慢点儿，要紧不？奶奶，我没事。奶奶，我才开始上班呢。奶奶，医生说您要少操心。喝点水缓缓。还好傅思燕出现的及时，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接话。哼，全家上下就你最让我操心。我好不容易讨来的老婆，奶奶您别给我吓跑了。他怎么什么话都随口说？你少喝点咖啡伤胃，喝牛奶吧。好。好歹这小子现在知道疼人了，不像以前冷冰冰的，半点都不会讨女孩子喜欢。孩子的事情暂且放一边吧。路上慢点儿，有空常回来看奶奶。小少奶奶人真好，看得出来小少爷真心喜欢她。只是乔家是乔家，她是她。就算乔家再不堪，只要阿言喜欢她，那她就是我傅家的儿媳妇。至于乔家如何，另当别论。你不觉得这孩子的言谈举止、身姿气度，全然不输给护城那些有名的大家闺秀？是，小少奶奶一点也不像那种家庭出来的孩子。阿燕虽然木讷，但看人的眼光一向很准。她从小聪明，识人于微，断不会因为一个女人的长相失了分寸。是，只是怕乔家的人不安分。傅家还缺几个钱打发了，只怕还没等傅家人出手，
乔阳已经收拾干净了。也是。傅思言，什么事？奶奶要是再提孩子的事情怎么办？现在我还能用上班做挡箭牌，可后面我们又怎么说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击。好像只能这样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不舒服？没有。是吗？真没有。你昨晚熬了一夜？工作很多吗？还好。去哪里？这个学期我开始实习了，今天第1天。哪家？景星娱乐。蓝姨早，我赶时间，简单吃2口就走。少爷昨晚在书房熬了一夜，凌晨我送点心上去，见他趴在桌上，想叫他回房间睡的，少爷却不肯。少奶奶，少爷是怕吵着您休息呢。傅思燕这么贴心，不是有客房吗？少奶奶，您还不知道吧？少爷从小就有择床的习惯，除了主卧和老宅的床，少爷换了地儿睡不安生的。咖啡伤胃，你一定要喝，就加点牛奶。喏，搅拌一下。少爷从前哪里肯听劝，每天清晨必有一杯现渴的咖啡下肚，才精神抖擞。伤胃不存在的，他根本不在乎，也就少奶奶有办法了。有事情打电话。工作上。不过我一个实习生，应该遇不上什么困难。未必。就算有什么困难，工作的事都要靠自己解决。但愿。跟他聊天真是随时能终结话题，眼神未动。谢谢你，傅思言。不过他也就这性格了。不必。不要了，我自己打车去。我一个实习生，上班第1天就私家车接送，要是被同事看到了，多不好啊！上车。我打车。我不允许。什么叫你不允许？我打个车都不行，你未免太专制了吧？怎么，要我抱你上车？连忙扯出一个干巴巴的僵硬云伞，不用麻烦了，不用麻烦了。果然，对付他还是要用激将法，不然他不乖。副总，上午10点有集团月度例会，下午2点和盛远的王总有项目洽谈，相关资料已经发你邮箱。法务那边的合同初稿，下半天催一下。林州微调这台上有那么复杂的内容，他居然一边看一边就能全记住，还能立刻分析出对策。华东区的渠道占比有偏差，让运营部重新核对线下门店数据，下午3点前发我。真是神了！原先还以为他只是个游手好闲的富二代，可今天感受下来，他简直就是个拼命三郎啊！知道了。想让他多睡会儿，可第1天上班就迟到，总归不好。怎么就睡着了呢？这才多一会儿啊！刚才我是睡在傅思燕肩膀上了吗？距离9点还有10分钟。妈呀，果然只剩下10分钟了！傅思燕，我得走了，再见。开车。是先生。这么丢三落四的，实习会顺利吗？先生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去景行看看夫人。我很闲，我可以帮您把今天的安排调后，上午的会议也不那么着急的。不必。该让他吃点苦头长记性。
否则以后的工作怎么做？是，先生，看你能熬到什么时候吧。以后上班可不能这样了，要是今天再晚2分钟，保准迟到。一个实习生是没有迟到的资格的。乔小姐，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和1寸证件照，我们录入一下系统。我的包呢？怎么不见了？糟了，落在他车上了。手机、身份证居然全落在里面了。没关系的，乔小姐，入职手续可以暂缓，等你证件带来了再补也一样。今天我先带你去部门，熟悉一下岗位和同事吧。沈组长您好。乔大小姐的问好，我可担不起。怕不只是下马威这么简单了。我发誓这是我第一次见沈云，怎么对方看我的样子这么厌恶呢？乔大小姐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你乔家，我也不是你姑妈，心慈手软，任你做戏。我警告你，在我手下老实点。姑妈，她姓沈。老天真是眷顾我，实习的第1份工作，竟然是在沈巍侄女手下。你少假惺惺的卖乖，本想给她点压力，让她知道在我手下没好日子过，趁早滚蛋最好。跟我走。以前没见过。人是硬塞过来的实习生，新来的。一个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能做什么？帮忙打杂我都怕整出烂摊子要我收拾。我看着挺机灵的，模样也好看，能让我拍一张吗？啊，好的，麻烦您了。您是国际知名的摄影师，能做您的模特，我很荣幸。哈哈，小姑娘不仅灵，还会说话。你做事情能像你嘴巴一样顺溜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沈组长，往后还请您提点。本想给他点苦头吃，去姑姑面前讨好，没想到他倒挺能忍，半点把柄都不留。行了，别在这儿给我表忠心了。模特在化妆间，你给他送点茶水点心去，问问还需要准备什么。是。您好，我是广告部的实习生，沈组长让我来给您送点茶水。怎么会是乔圆圆？怎么是你？她居然成了景星的实习生，还给我端茶送水。乔小姐您好，沈组长让我来问问您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？还能笑得出来？你真装！你疯了！泼你一盏茶算是轻的，你不就仗着自己找了男人做靠山，用公司要挟爸爸吗？记恨我抢了墨尘哥哥，你就抢我房间报仇？乔阳，你真是可笑！只要你不嫌在家待着恶心，尽管回去住，看看大家是不是真拿你当亲人。我的男人的确是我的靠山，你呢？怎么不见梁家对外宣告喜讯？是梁墨尘根本不敢告诉家里有你这么一号人物。找什么男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把你放在什么位置。你放开！我是景星花了大钱请来的模特，这一季的衣服是景星的大单。你尽管对我动手，试试你能不能承担起抽我的后果。我的确不会在这里动你，要不咱们换个地儿试试看。你敢？墨尘哥哥会保护我的，你敢欺负我，墨尘哥哥不会放过你。在乔家过了10几年小姐的阔气生活，还改不掉你捡垃圾的习惯。我不要的男人和东西，你总喜欢当宝饰的收藏。
乔央，你过来。我不是叫你去问问看模特那边有什么需要的，你在这里磨蹭什么？装作自己很忙的样子给谁看？沈组长，我去问过了，乔小姐说她那边没什么需要的。行了，知道了。你去对面商场买些咖啡冷饮上来。好的，好的，沈组长，买多少？不会自己数人头？好。好家伙，不多不少，整整20个人。实习生说白了就是打杂跑腿的，我去一趟便是。先生，是夫人。急着出门是要做什么？先生，要去看看夫人吗？不必。先生真是极致口是心非，明明车子都快抵达总部，非要临时折返这栋大厦，嘴上说是来找孔萧然谈事，实则分明放心不下夫人第一天来景星实习。每周一固定高层议会直接搁置，公司一堆棘手事会全都甩给何为兜底，心里惦记夫人，半点不肯直说。那咱们现在上去，孔少这会儿应该在楼上等着了。那就让他等着。先生迟迟不肯上去，分明就是想多看夫人几眼。这点心思我还能看不懂？先生，夫人出来了。先生，夫人买的咖啡好像有点多，我去帮忙拎一下。他给你发薪水？不是，您才是我老板。我们下车。傅思妍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来给我送包和手机的吗？你觉得我很闲？乔小姐，先生过来谈事情，我顺路把包给您送来。林州，你真的太好了，我正愁呢。乔小姐，您客气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大恩不言谢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乔小姐，不用的。你们也去景星？景星的老板是先生的好友。那我能跟你们一起上去吗？我没带门禁卡，摄影棚里等着我送咖啡上去。当然可以。乔小姐，我帮你拿吧，这么多你一个人也拿不完。好，谢谢。拎了半小时，手腕都勒麻了。我到了，谢谢二位江湖救浅，给我吧。先生，我帮乔小姐送过去吧，您先上楼找孔少。傅思燕，谢谢你。我又没帮你拎东西，谢我做什么？你怎么上来的？明明没有门禁卡，他到底是怎么收到大厦楼上的？沈组长，您先挑一杯。买个咖啡你能花半小时，景星花钱请你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溜肩浪费时间的。本想借门禁卡为难他，反倒让他顺利上楼，只能抓着耗时说事。沈组长，下次我会注意时间。还不赶快送进去，搁这儿再浪费半小时可以吃午餐了。给我吧，你还有事儿，我就不耽搁你了。乔小姐，我帮您一起送进去。不相干的人，我们摄影棚不许进去。不愧是跟着傅思妍多年的人，气场一模一样，冷眼蔑视人的本事简直一模一样，专治沈云这种仗势欺人的性子。没事，都到门口了，我自己拿进去吧。你们不是有事要忙？好，乔小姐，手机在包里，您有事记得打电话。这里是公司，不是你家。乔大小姐喜欢使唤人就回家去，该自己做的工作少偷懒，否则不如滚蛋。
谢谢沈组长提点，往后我会注意的。乔元，过来！沈组长，什么事？你还有脸问我什么事？我不知道什么事让您这么生气。谁给你的胆子把茶水泼在模特的衣服上？沈组长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乱说？刚才我让你送茶水点心去模特休息室，你和模特发生冲突，你认不认？然后你就泼了模特一身红茶。他告诉你我泼他，难道不是吗？乔小姐是专门请来的模特，我们每一次合作的很愉快，怎么到你这里就出幺蛾子？难不成你想说乔姐诬陷你？有没有诬陷她自己心里清楚，我没做过的事情，谁也别想扣到我头上让我背黑锅。你真是死鸭子嘴硬！沈组长，您别怪我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和她争了2句。沈组长您见谅，别责怪她，就是不好意思，耽误了工作，还把裙子给弄脏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，有什么在这指责模特？你毁了裙子，得罪了Vincent，给景星造成损失，你赔得起吗？沈组长，我还是那句，不是我做的事情，我不会背锅。我真是第一次见你这么不要脸的实习生。得了，等Vincent那边有了消息，这条裙子你该赔多少赔多少，该滚蛋就滚蛋。不能乱，越慌越落人口实。Vince 是国际大牌设计师，这条压轴定制裙最低几十万，贵的能上100万。我只是刚来的实习生，景星半个熟人都没有。沈云偏袒乔媛媛，我孤身一人，怎么对峙？怎么证明自己清白？真要索赔，我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我说你到底几个意思啊？又不是来跟我谈合同的，又不说什么事儿。傅家是要破产了吗？你这么闲，周一上午大好时光，你跑我这里来休息喝茶？不可以。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你现在比我祖宗还灵，长脸来我当然得供着你。谁叫现在被傅思妍吊着呢？说好的合同，考虑了半个月还没个信儿，吊得心痒痒。他是傅氏的掌门人，每天都很忙，更别说周一这种黄金日子。可他今天竟然赖在景星，喝了2杯咖啡了。你不是说要我把傅氏1年广告都交给景昂吗？是啊，傅氏1年的广告，那是多大的单啊！那要看我心情，也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一口气吃下这单。苏总，您说您怎么样才能心情好？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讨好你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好那口。只要您开金口。你以为我是你？是，您是禁欲专一的和尚，我是凡夫俗子，食色贪婪。有自知之明是好事。景星的实力在护城，你找不到第二家。不管是线下商圈投放、全域新媒体宣发，还是高端品牌定制广告，景星团队全兜底。看你表现。什么看我表现？我要表现啥？怕是这表现和夫人有关。只可怜孔孝然还不知道，傅思妍的老婆在他这里当实习生，保重，补上。乔小姐，我来接您回家。您怎么来了？兰姨吩咐的，要我接您下班。好，辛苦您跑一趟。应该的。我真是倒霉，第一天上班就碰到乔媛媛。傅思妍，你知道吗？我顶头上司竟然是乔薇薇表姐沈薇的侄女。要我帮你报仇吗？只要乔阳一句话，甚至是点个头，一个电话就能给他出气。不用，这种人还用不着你上场，我自己就能收拾。按照您的吩咐，发现小姐今天被她上司冤枉了，但很遗憾，休息室是模特的化妆间和更衣室，周围都没有监控，夫人很难洗脱嫌疑。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。先生，您别着急，正是因为景星没有监控，所以景星那边处理这件事也比较迷糊。事情出了，
必定要有人来认责，而夫人恰好就是这个人。一，她是新人，毫无根基；二，她是对方的眼中钉。我查了模特的资料，模特竟然是夫人的妹妹。既然她不想好好过日子，非要找乔嫣的不畅快，我就满足她。先生，您打算怎么做？懂傅思妍的人，别有好果子吃。为什么乔阳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会想到找我帮忙？那就先让欺负他的付出代价。